叫你们管事的出来！管事的出来！你们说不行，我不跟你们说。哪个单位的？有事说事，堵门干什么？把车开走！你是干啥的？这是我们副检察长田宇田检，说话管用不？领导班子说话不管用，敢站在这儿吗？有什么情况向我反映。说，我们是康村车队的啊。王永强的案子，你们什么时候起诉？出多久了？大半年了。你们跟王永强到底是什么关系？被王永强捅了26刀的刘文金是我们的头副队长。现在刘文金正躺在医院里边插着管子抢救呢，那抢救的钱挪用的全是我们车队的钱，哎，都是我们工资，没工资了。哎，对，我们现在跟你们领导说话呢，你是干啥的？我是这个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有什么事儿跟我说。车队发不出工资了，我们怎么活？你们这个事儿属于劳务纠纷，到这儿来干嘛？谁让你们把大门堵上的？我们不来这儿来哪儿啊？你们不起诉王永强，刘文金就拿不到赔偿，就没人给我们开工资。对呀，案件还在审查起诉阶段，请大家再等一等。这都多长时间了？我提醒你们啊，你们现在这种行为属于扰乱正常司法秩序，要负法律责任的。马上把车开走，否则我们报警了。行啊，那就把我们都抓起来，今天还有口饭吃的，也比在外头饿死强。对，大家冷静一下，冷静一下，大家。什么叫冷静？你知道怎么回事啊？我太知道了。你是干啥的？我也检察院的，没换衣裳的。我说两句啊，就算明天起诉，法院开庭也需要时间，不是吗？解决不了大家燃眉之急，大家的困难呢，我们看到了，我们可以通过司法救助的方式帮大家解决。别把钱给钱就救助，有钱吗？就是给钱，就是通过司法救助的方式给大家开工资发钱。你说大家围在这儿，警察来了，这也不好解释，是不是？咱们呢，把这个电话号码、身份证还有车牌号，咱们登记一下。哎，看见没？12309那屋，大家一步到那儿一登记，哎，比没地儿强。你去那儿登记干啥呀？还想抓我们呀？抓你们干什么呢？你们也没犯法，就是通过司法救助啊，给大家发工资，明白没？这么半天了，就你算说了句人话。哎呀，这还差不多。捂这干嘛呀？来，登记一下。现金还是扫码？先登记，啊，先登记。这不胡闹吗？他们哪一点符合司法救助的标准呢？我是觉得不能让对立情绪再升高了。司法救助就是个名头，让他们觉得咱们在处理这事儿就行，其他的慢慢说嘛。你慢慢说，你说到最后都来了，谁掏钱呢？要不跟市里边商量一下，让市里边垫一下呢？我看他们车上的通行证都是市里发的，肯定给市里干工程的，谁都不想出乱子嘛，不是？对的，我刚才也是想。对，我知道你想到了，就是给我个表现的机会，毕竟我刚来嘛。你去整理份材料，我回头跟王检汇报一下吧。对，王检在北京学习呢，这院里边大大小小的事儿都压您肩上了，有什么事儿呢，您就下命令吩咐我啊。田姐，哎，人都齐了，就差您了。哎，您先忙，您先忙。韩明儿，你来一起。什么意见？案发时，刘文京以讨债为由，再次入室强奸了王永强的妻子。这是案发现场附近的监控拍下的内容。强奸结束后，刘文京在院门口与王永强发生纠缠。根据王永强的证词，刘文京逼迫他签署了离婚协议书。二人发生互殴。刘文京前胸有10处伤口，后背有16处伤口，其中2刀是致命伤，肝脾破裂，伤情鉴定为重伤1级。目前刘文京处于昏迷状态，还在县医院 ICU 里抢救。今天这个研习会啊，我谈一点，王检平时总是叮嘱我们，办理案件要注重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今天大门被堵上了，这就是没有达到这3个效果。接下来怎么弄？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刘文京对王永强实施了长达半年的暴力讨债，不仅威逼恐吓当事人，还多次强奸了他的妻子。所以我认为，李呀，先让其他同志发言，会给你时间的。我同意公安故意伤害的定性，
王永强行凶是在强奸结束之后，不存在制止不法侵害的紧迫性。寻衅滋事、强奸和故意伤害是3个案件，确实应该分开办理。王永强的证词里写的非常清楚了，他猛刺刘文京是为了阻止他上车拿刀。刀在哪儿？公安查了刘文京的车，并没找到你说的那把刀啊。刀还在查，也非常有可能是在案发后，警察到之前被刘文京家属转移了，对吗？那也有可能是王永强为了逃避罪责，凭空虚构了一把刀呢。哎，好，那我现在过来啊。韩明儿，干什么去？陈姐让我填个表去。好，我这过来了。陈主任不在这儿呢吗？那陈姐，我一会儿找你去啊。目前这个案子从县里提上来，就是因为影响太大。现在2次退回公安补充侦查，拖了半年，闹得更大了。离审查起诉截止日不到20天，如果超期还不起诉，就是违法，要担责的。哎，我就这点啊，我提醒大家一句：咱们院在王检的领导下，那可是省里连续多年的先进单位啊，同志们啊，这份荣誉来之不易。重要事实不轻，一旦诉错了，也会被追责吧？这把刀是要找不到，是不是就永远不起诉了？啊，韩明儿，你怎么看？哦，我是这么看的，从客观上讲，王永强要是撒谎了，那些案件笔录的细节是不是有出入？要不，咱们找他再问问。走一圈，快点儿！走，走不走？啊？走不走？还告状吗？嗯？不厉害吗？啊？看什么看啊！滚！我跟你说话呢，你没听见啊？梁永强，新来的吧？挺狂啊！知道我爸是谁吗？你妈没告诉你啊？那儿呢？走。哎，请进。呀，陈老师。哎，我来，没事，我来。哦，好。哎。还是我来吧，我来吧。我这是没事，我来，你起来，你起来。让他。门。我家的我换。哦。老韩腰不好。吐出来啊！来，谢谢啊。来吧，来，坐这儿吧。我来。啊，没事，我们来，没事。啊，来坐。这是沈老师。沈老师好。啊，那你们俩我先走了啊。哎，好。叫你们来呢，就是因为韩雨辰打架这个事儿。我必须解释一下啊，我儿子是见义勇为，他不是打架呀。张科那孩子校园霸凌，他欺负别的同学，被我儿子看见了。我儿子肯定可出手啊，他得救人呢，是不是？他不是。你让老师先说，您说。霸凌这个事儿，学校肯定会调查，但是现在呢，经常是这样，被霸凌的孩子不愿意承认，看见的孩子呢不敢站出来指认，所以调查起来很费时间，还不一定能落实。那不行啊，老师。我们家韩雨辰是好孩子，孝顺懂事儿，他不可能平白无故去打人去。这个我知道，别看你们家孩子来这儿时间不长，我还真挺喜欢他的。哎呦，谢老师。谢老师，老师你真有眼光。可是打人这个必须得处理，更何况他打的还是教导处张主任的儿子。谁？教导处张主任张科是他儿子。咱们学校教导处主任。对呀。就本中的啊。这孩子真会挑着打。是吗？要我说呀，让雨辰先给对方道个歉。
关键是我儿子没错，他道什么歉呢？可是，要不这样，你帮我约约张科他妈，我跟他单独聊聊，都是女人，我们好沟通。张科的妈妈这事还真不能提。走了？对。妈，这多大岁数就走了？这太年轻了。不是那个走，出国了，离婚了。我离了。这个事儿呢，对张主任刺激还挺大的，所以千万不能跟他提。那张主任还真挺不容易，可不是嘛？啊，还有就是，你看你们费了这么大的劲，接读到我们这儿，不就是因为3中的高考升学率高？是。所以张主任这事儿处理不好，我是担心孩子没法戒毒啊，这以后怎么考大学啊？3、4、5、6、7。4、5、6、7、8，管上2张，就2张啊？哦，不要，不要，走了，看见没？你咋不说呢？不炸你，为给你留条生路。啥意思啊？就想让你在生活中给爸留条活路呗。啊，我给你分析一下啊。现在呢，这个就是一场权力的游戏，这是啥？尖儿吗？不是，这是好大学。尖的学校。哎，这是咱家的终极目标。对。啊 ，K。3中，就你待的3中啊 ，K。你妈是啥？我是啥？你妈是皮蛋。你才皮蛋呢 ？Queen 嘛 ，Queen， 咱家女王。你就说女王就得了呗，皮蛋。你妈是 Q 啊。儿子，你是勾，咱家的王子，咱都围着你转呢。你说这皮蛋把工作辞了来照顾勾，不就是想让勾在这 K 里边多停留吗？爸是啥？爸，你肯定得是大王八。什么王八？爸是小三儿。韩明，怎么还把心里话说出来了？找小三儿啊？什么心里话？你们教育孩子嘛，三儿是最低档的，服务于大家。你看三儿来这儿挂职，也是想让勾在这 K 里多停留。这个 K 是咱家到 A 的必经之路，对吧？但问题来了，怎么了呢？你呀，你把人家小王儿子给打了，啪，就给堵这儿了，压住了。你看压住了，后边这一切不成立，咱到不了终极目标了。这就是咱家现在的生态，明白没，儿子？寸步难行啊，儿子。你们今儿找我打牌就为打架这事儿啊？妈知道你委屈，但是没办法，咱去道个歉。我没错啊，我见义勇为，我凭什么道歉啊？过不去。这孩子随谁？你说这性格？你说随谁？随我？怎么的？我生的，看不上啊？看上。你再找一个，再给你生一个。老扯这干啥？劝孩子。那还得你去啊？你咋不去呢？我去啊。那我现在过去。行了，你去再把人爸给打了。还得你去啊。等多长时间了？等了一会儿啊。啊，来上来说。哦，好。工作的事呢，我跟你联系差不多了。在哪儿？多少钱？我一会儿把电话给你。来吧，你把这个帮我签一下，保证书，1式2份，保证你不去上访。你不能老上访，你不去北京上访的。我想要个说法，不都给你说法了吗？咱得翻篇了，是不是？我再帮你捋一下啊，看看当时视频。到这儿，这都是见义勇为。那我光挨打不还手就对了。你继续看呢，你不马上你是出手了吗？到这儿这就是豁了啊！你继续看。
到这儿，这就是故意伤害了。对方颅骨骨折，这多严重的伤啊！我那样做有原因啊，阻止流氓犯罪嘛。就你这种案子，全国多少起人都这么办的。你说当时人家要多少赔偿？你不是不知道，是不是我在中间做对方工作？张桂生，你摸着良心说，要没有我，3年你能放出来吗？你还老上访，你跑北京多少回？那咋的？北京的法跟这儿的法不一样。那个工作工资多少？试用期呢，3000到4000一个月。你说你这身板，你这年纪，上哪儿找着工作去？你就是不为自己想，是不是得为孩子想？孩子马上上大学了吧？学费、生活费多少钱？那孩子将来不比什么都重要吗？是不是？这个给我。这是我大爷同学电话，打这电话，就是我让打的啊。好好工作，翻篇了啊！别老去北京上访了。刘文京曾经从车里拿出过那把刀，把我家狗给砍死了。你觉得那个刀可能去哪儿了？我不知道。公安来之前有谁上过那辆车？我不知道。我打完110就在家里没出门。王永强，你再好好想想。我认罪，我什么罪都认，人是我捅的，高利贷是我借的。只要刘文静他们家能出气，我什么罪都认，怎么判我都行。我只想求他们，别为难我老婆孩子，别逼他们。没有我，咱俩都活不下去，就别逼他们了。完全没有新的线索，所以才更应该去查。难道有刀就能改变这案子的性质吗？当然了，有刀就说明了王永强是为了阻止刘文静更进一步的伤害他和他的家人，才会被认定为防卫过当。办案靠的是实打实的证据。是，我看王永强认罪意愿挺高的。王永强不懂法，我们也不懂法吗？你这话什么意思？他说我呢，他就一时没绕过来，过2天他就绕过来。这案子反正不能再拖了，加强力量吧。你配合一下吕玲玲工作。领导，我不是不愿意啊，关键我是挂职过来的，对咱们这业务流程啊。韩明，有几个挂职人员有这么多机会办案的啊？是我业务流程肯定没问题，就是这个案子我毕竟不了解，我这贸然进来是不是不太合适？有什么不合适的？抓紧时间把案子吃透。就这样啊！恭喜啊，老韩！这有什么恭喜的？哎，我给您开车门。饭好了没？回来了。啊。怎么样？张主任怎么说的？哎呀，别提了，没见着。他不肯见你啊？不是，我没见着他，这是单位一堆工作就给耽误了，快憋一路了。快先憋着，说清楚怎么个意思？哎，这领导给我派新工作了，我从郊区看守所刚回来，这去单位换衣裳，这耽误了呀！快，憋不住了。韩明啊，你不能所有心思都放工作上吧？家里事一点不管吗？不是我工作是不是也是为了家里边？现在下班了吧？现在去。现在都几点了？8点多不吃饭呢？你正事儿没办呢，你吃得下去吗？不是，你能不能别站这儿？你把门关上，我尿不出来。这话说的啊，我不站这儿，你能尿出来？妈，去了没有用，这不是去不去的问题，这对和错的问题。儿子，咱现在不管对和错，咱得去一趟啊！媳妇儿啊，你不管去不去，你把门给我关上吗？行，明天我下班我就去学校堵他，行不行？你说的啊。小王，你把午饭前的会议记录给我。哎。呀，谁送的？这么几天？我，哼，这不便宜了吧，韩哥？嗨，老家特产，不饭后嘛，给大家解个腻。你老家澳洲啊？锦州的呀，都是州，离着不远。
26刀，不是泄愤。刀伤分散，大部分伤口只有4到6毫米。你不觉得如果泄愤的话，这个愤有点太浅了吗？有2刀是致命伤啊。就2刀，那刘文静的强奸怎么算？还有他长期霸凌，感觉怎么样？在这儿聊案子，经络都打通了，是不是特别有效率？你是通了，我还淤堵着呢。以后你常来就好了。你来几回了？韩先生已经来我们这儿体验了1个多月了，今天该下单了吧？哎，小令啊，哎，我看你们这儿来了那个新产品，眼部按摩仪，马上给您下单。哎，拿来我体验一下啊。那刚到店没拆封。啊，那你把模特脸上那个薅下来，我试试。那不行，那是女款。没事，我头小啊。您家里3个人，我建议选择这种50升的，保水量大，加热也快。这多少钱？4600，这么贵？已经很划算了，智能的，今年的新款。刘文京是不是去拿刀？这是主观推断，不是客观证据啊。那不是拿刀拿什么？拿文件啊？我哪知道啊？我还说他开车逃跑呢。法律就是法律，过线就有罪，对吧？王小强也一样，搁哪儿都是故意伤害。哎，一会儿你试试这个，这真不错哎，弄得眼球突突的。玲玲啊，就算田副检察长不把我派过来，我也还是得劝你。人呐，你得有大局观，你得有格局。配合你工作不假啊，大主意你拿也没有问题。但我是真为你好。你说，你跟领导较劲有什么用呢？你就说，咱俩上大学那会儿，我为你受了处分，结果怎么样？啊，分到了县里，20多年原地打转转。不过呢，我不后悔，毕竟咱俩谈了1年。你现在想想，那段日子还挺美好的，是吧？你说，特别是每天傍晚在操场上，手牵手走。迎着晚霞啊，那挺浪漫的，是不是？浪漫有什么用呢？那都是幻觉，那虚无缥缈，就是空气。我现在太太对我挺好的，她呢美丽、大方、温柔、知性还苗条，就教会了我很多，给了我很大支持，方方面面各方。媳妇儿，你咋在这儿呢？你在装？哎呀，我说的就这家，你试试，你试试，看看，我给你调出来啊。那女的谁呀？哎，你呢？那儿呢？同事。同事。一会儿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别打电话了。我介绍一下啊，这是你嫂子，这我同事啊。那个使点劲。哎。啊，你好，李茂娟。吕玲玲，幸会。吕玲玲啊，哎，老韩，我要是没记错的话，你上大学那会儿交了个女朋友，也叫吕玲玲吧？我就是不是那个吕玲玲，她是那个。不是那。还默契。那我先回单位开会了。哎，别呀，咱仨好不容易凑到一块儿了，一块儿吃个晚饭呗？啊，不吃了。那加个微信。不是，我拉群嘛。你拉什么群呀？我俩单线联系。行，加微信。好了，常联系。我开会了，赶紧忙。哎，开会重要。群聊多好，带什么线儿？吃完没？我给你下碗面条。来，老韩，咱俩先聊聊。我啥呀？我给你整个面条啊。演戏呢？啊？围裙都不会戴，还给我下面？你要下药吧？不是，把我毒死，完了我给别人腾地儿。哎呦，可以给你整点面条嘛，拿水一焯，2块的。干啥？我问你，咱俩刚认识的时候，我啥发型？啥？3、2、1。披肩发到这儿，黑的直的嘛。黑直长是不？嗯。那会儿我多少斤？那时候97、98，不到100。好女不过百呀。现在多少斤？现在140。哎，你不用说出来，我知道。啊，
我也青春过吧，我也貌美过吧，我也大长头发，我那么直那么黑，我生完孩子我头发才变成自来卷的。媳妇儿，我觉得你现在正好，胖乎的多好，嗯。嫌我胖？不是，我是说就我喜欢这样喜庆嘛，旺夫。我为啥变成今天这样的？啊，你眼中这个胖子？主要这你主要是吃的，是吃的吗？我喝凉水我都胖，我内分泌失调。你晚上你老叫外卖吗？那串儿一把把撸。我就晚上点点串儿，就心疼钱了。不是，就怕你身体不好嘛，那玩意儿血糖粘，是不是？别这样，媳妇儿，我就说这现在这样挺好。你说啥呀？你说。我喜欢。我也瘦过呀，我也好看过呀。不苦，没苦。你现在也好看呢，媳妇儿，我就喜欢你现在这样啊。好看你出去看别人啊？好看你跟吕玲俩人相约按摩椅。不是，这得说清楚啊。我跟他那是谈工作。你改去按摩公司工作了？按摩椅跟你招的手让你去的，非得按摩椅上躺着聊？不是我给你俩拉个帘得了呗。不用，我腰不好，那按摩椅就放那儿。那这点工资能蹭点呗。樊兵，你先跟我说，你刚调职到这儿，吕玲玲是怎么回事？她怎么后脚她就到了呢？我也很纳闷啊，我不知道她在这个部门啊，我一调来，她就在。哎呀，然后领导就这叫缘分。是吧？不是，这老天赐给你的呀！我相信我，我发誓，我俩没有事儿。樊兵，你说心里话，你内心就没有那么一丝丝的小遐想吗？啊！滚！那什么诈骗电话，我心里只有你，真的只有你。行了，啊！滚蛋！滚蛋啊！滚蛋！什么意思啊？叫谁滚蛋呢？这他呀，骗子，滚蛋！是诈骗电话吗？那啥呀？你是不是借题发挥呢？让我滚蛋，是这意思不？我让他滚蛋，你不听得清清楚楚吗？拿了滚蛋，我媳妇，我真的发誓，我跟他一点事儿都没有。韩明，你不用发誓，你啥人品我知道。哎，你要真是那种人，我不可能嫁给你。哎，但是，你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今天是我跟我初恋李逵，我俩人，你笑啥？那就那名嘛，这怎么没完没了呢？不会是吕玲的吗？怎么就吕？我这男的大爷们儿。那你接。喂，三江路派出所。你是韩冰啊？啊，就你在电话里叫我滚啊，还滚了2次。误会，这纯误会。知道今天为什么叫你们来吗？张科他们家已经报案了啊。他们家报案了？为什么报案呢？张科的伤情鉴定啊，鼻骨单侧骨折，属于轻微伤，够治安处罚标准了啊。你治安处罚标准是啥呀？拘留。你听懂法？拘留谁呀？拘留咱儿子？凭啥呀？不，警察同志，事情是这样的啊，张科这孩子在学校校园霸凌别的同学，我儿子看见了，见义勇为，拔刀相助，是不是好人好事？怎么能拘留呢？是这样啊，这个我们接到的报案是韩雨辰打人，其他事情我们现在还不太了解。不是，我是检察院的，兄弟单位一家人。那个，您怎么称呼？咱们就先说事儿就好了啊。哎，市刑警队副队长李茂全，他哥。对，哦，我亲哥。他李茂全，我的亲妹夫。哦，李队，我知道。知道，那太好了，那咱都是自己人，你看能不能就别立案了？立案是立案，李队是李队，你觉得呢，兄弟单位同志？进来，介绍一下啊，张科家长，韩雨辰家长，坐。你好。你好。孩子坐。既然今天双方家长都到了，你们就好好聊聊，咱们就争取民事和解，毕竟都是未成年人，这要是把这事儿闹大了，留下案底也真不好办。是。那你们先聊着，好吧？哎，添麻烦了，受累。你好，张主任。这是梅主任，我就是一个未成年人受害者的一个父亲。哦，对，这都是家长，孩子挨打肯定心疼，一直想登门拜访，没想到在这儿见着了。啊，这个主任，你这孩子之间的事儿，你就让他们自己解决呗。咱们做父母的相互理解一下。你说我儿子现在要是立案了，有案底，那将来怎么上大学呀？这辈子就毁了。但是如果你儿子要再高抬贵手1厘米的话，这眼睛没了，这才叫一辈子毁了，是吧？感觉这不还差那1厘米呢吗？不是这个意思，就话赶话到这儿了。那是什么意思呢？不是那个意思，主任。对，事情已经出了2天半了，你们家一句表态都没有。
可能我们当老师的人微言轻啊，平时也见不着你们检察官，今天只能通过报案这种方式来见到你们，很荣幸。抱歉，就是吧，事情发展到这儿，我们确实也不想看到，但是您得理解，我这个职业属性吧，他有时候确实忙。好，那我理解，那咱们就别调解了，等警察。张主任，走，张主任，你儿子校园霸凌欺负同学，那你当爹的这就不管吗？你欺负谁了？我没欺负人。我再问你一遍，你欺负谁了？我真没欺负人。孩子，咱做人得诚实，你得说实话。如果他撒谎，真的参与了校园霸凌，我如实向学校汇报，请保卫科，咱们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绝不姑息，好吗？行。但是我们现在要讲的是，你们家说我儿子霸凌，结果我儿子骨折了，你儿子没事，这个该怎么处理？您看您都来了，不就是想调解吗？啊，想处理，我们赔偿。我们家不缺钱啊，是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来讹你们的，是，就是说想请你儿子给我儿子当着咱们双方家长的面道个歉，咱们撤不撤案，回头再说，不过分吧？不过分。那这样，主任，咱商量商量，您先撤案，我再让我儿子来道歉。哎，张主任，主任，留步！不是你这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态度吗？不是这个意思啊。你这样，你孩子啊在外头呢。为什么调解不是为了你们家孩子吗？对，要不咱们不调解了。不生气。是这样，孩子啊在车里等着呢，就在门口，我叫进来，就道歉就好了，就道歉了嘛。对，你坐，孩子坐，我这叫去啊。陈真，来下来给张主任道个歉。正好双方家长都在，人家等调解呢。你把车门给我打开，打开。陈真，就道个歉的事儿，这都拖2天了，人家报案了，到时候考学受影响啊。受影响我认了，我生气了啊。陈真，你给我打开。韩雨辰，哎，你跟爸道个歉去。韩明，啊，这磨叽什么呢？韩雨辰呢？跑了，不道歉。跑哪儿去了？我哪知道跑哪儿去了？这就把他找回来呀！张主任要走了，人找不着我咋弄？什么叫你咋弄啊？你得给他做思想工作，这是你本职工作呀。我本职工作，我在家我劝他2天。你什么时候劝他2天了？我不一直劝他吗？这2天你不净玩呢吗？我玩啥了？按摩椅。哎，你别说那个了。要不这样，你去，你先道个歉。哎，我道歉。不是，人家指明说让孩子去道歉，我去行吗？那你就把韩雨辰找回来呀。哎，那你咋不找回来呢？你不是孩子他妈呀？你这话说的，你不是他爸。就你把孩子惯这样了，到底愣着就我让他打的人吗？那我让他打的人吗？啊，我让你把人鼻子打成那样了。别老整这出，你哭出来！别哭，别哭这些。谁电话？啥？什么啥？别装傻！谁电话？这为什么不接？同事吗？什么同事啊？王铁军啊！王铁军为什么不接？一个男的电话有什么不能接的？接！这事儿赶事儿都单位不烂事儿，我接的这。你们单位还有烂事儿？接，行不行？接。哎，谁郝秀萍？哦，我知道，王小强老婆吗？怎么了？失踪了。哎，郝秀萍短信不回，联系不到人啊。你能去哪儿呢？你看这个家被刘文静他们搞成这样，不光没法住，恐怕要出事儿啊。大哥，最近你有没有见过郝秀萍啊？郝秀萍啊，没有。大姐，打听个人啊。郝秀萍最近见没见过？没有见过，好几天没看见了。好几天没见着了，啊，一个村的人都没见过。在时功名尘与土，大千里路云和月。
给你打听个事儿。你是不是打听那个郝秀萍的事儿啊？啊，你不用问他们，他们都不敢说。那你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吗？我这店里啊，正好搞促销活动，消费满200送中华。来吧，参加活动。这个媳妇儿给100，你拿100。200送中华是吧？对，中华200。那郝秀萍带着孩子跑了，刘文晶的家属啊，就说让他去做什么证，说再不回来就把他腿打折，太凶狠了。那他们孤儿寡母的能去哪儿啊？哎，我刚才是不是忘了说了？我们店里现在有一个促销活动，消费满400送中华。过分了吧？不刚参加完活动吗？你们这活动太频繁了吧？那你不信，你问他们去吧。我不知道，啥也不知道。给，来，不够了啊！行，再歇吧，还有多少？就这么多了。行，够，差不多。我问你，刘文金车里到底有没有刀？那不知道。那你知道啥？你要是你这个态度的话，你出去好好说话嘛，在这儿。那您知道什么？那个刘文晶啊，和他那个堂兄是我们村里的恶霸。最关键的是啥呢？就他和他爸长得一点都不像，特别像。说正事儿。他家那老爷子也是个厉害人物，惹不起。他们吧，我记得好像老欺负那个王永强，听说还逼过王永强喝尿呢。尿，你说那玩意儿？小老四，哎，媳妇儿，管点狗尿的胡说八道。我们走吧，我们啥也不知道。我们都参加活动了，一点信息量都没有。有啥信息量？你看我像不像信息量？你不是宋中华吗？给，牙膏啊！那是不是中华呀？你真有意思，400块钱你还想要烟呢？咋想？那我们2回活动呢。给你。张主任咋说？还知道张主任这事儿呢？啊？你说你们都什么人呢？你儿子跑了，你也跑了，你把我一个人扔派出所，现在回来问我张主任咋说？你说咋说？那我证人也跑了呀。那追去吧，喜欢工作去追去。这体谅，行不行？你知道我下午我在那儿怎么过的吗？咋说的呀？跟人说好话呗，求爷爷告奶奶求半天，主任说了，再给一次机会，主要是看咱家认错的态度。咱家啥态度？这就是态度，给主任送去。铁杆的，86年的，爸活都没舍得喝。爸现在不没了吗？那儿子活着呢。你有病啊！不给儿子留着。你给儿子留什么留啊？这不就给儿子办事用吗？不是我身份。啥身份呢？别想那么多了，儿子最大，去，你给送去。听不着啊？倒口气儿啊！你路上倒呗，赶紧的，快去。保证完成任务。完成不了别回来啊！晚上过来给我饭啊！你就知道吃一天。张主任，哎，这么晚下班，你够辛苦的。等挺长时间了？哎，没多久，喂孩子嘛。你给带点水果。这不能收，不是一点心意给孩子。绝对不能收。懂。我其实也得跟你们道个歉，派出所我态度有点急，因为看见儿子打成那个样，我确实是理解啊。您这严重了，是当家长的看孩子这样肯定难受。那我们通个气啊！我一到学校就第一时间跟校长汇报了，说你们觉得疑似我儿子霸凌这个事情，校长呢敦促保卫科尽快调查，一有结果马上会通知我们双方，好吧？好。那什么，那个，您看车案的事儿，这个我觉得我今天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按照原则来。
该怎么办怎么办，好吧？李岩，张主任，你别光吃那个，你吃点肉。啊，哥来了，没等你啊。他来都快吃完了。在哪儿？看这情况，出师不利啊。嗯，咋样？跟哥说了。废话嘛，叫哥干啥来了？人家没松口，但是态度缓和了。那态度缓和了就是松口了。酒不收了吗？态度肯定缓和呀，是不哥？啥酒啊？茅台，86年的，铁盖的，送2瓶呢。哪来的呀？我爸留下的。那不是我爸呀？是啊，咱爸留给我的。我咋不知道呢？留几瓶啊？咱爸重女轻男，那能告诉你吗？铁盖的是吧？嗯。送出去了？啊？送出去了。你给我不就完了吗？啥意思啊？我的意思说，这酒给我，不这事儿就办了吗？绕这么大一圈子，那三中不归那个三江路派出所管吗？三江路派出所所长谁呀？我铁哥们儿啊，老赵啊，一句话的事儿，多大点事儿啊？不是你说这半天，你咋不说呢？2瓶铁杆茅台啊！你先别说茅台的事儿，哥，那这事儿是说定了啊。你大外甥的事儿，你得上心，你想办法让他们把这案撤了。茅台要得回来吧？那啥哥，你这有啥茅台？是我亲哥吗？办事是办事，这事儿包我身上了，你办不办呢？没有茅台，办不办？办呢。发力哥，发力啊！发力。知道。那儿子呢？回来没？你明天再问呗。那你明天再答呗。干啥呢？问孩子回来没回来？能不能好好说话？哎呀，看你妹这脾气，哥。打电话了，跟同学搁外边吃。你看着没，哥？今天就对我说话就这态度。过日子。啥哥，最近又出任务了？我们就你们那儿那吕玲玲，今天找刀，明天找人呢。那派出所他们家开的。你说这王玉强那案子，我们给定义故意伤害，哪有问题啊？没问题。行了，别聊工作了，咱换个脑袋吃饭。这人我不想再见了，我跟你说。哥，你认识那吕玲玲啊？那是女的吗？就那脾气，她把谁放眼里啊？啊，领导在她眼里是啥？那轴根。我跟你说，你认识她呀？我俩就一面之缘。嗯，跟老韩熟。同事吗？不止。他老韩介绍。啥介绍？就同事嘛，哥都说了同事啊。同啥事啊？有事儿。啥事儿？初恋。那问题更大了，容易旧情复燃呀。你看啥旧情复燃呢？都20多年了，哥，别听他说。不是急了呢？怎么？没急，摆明态度嘛。状态不对，你这审犯人似的。不是你放松点，闲聊。你紧张什么呀？放松。我紧张什么呀？回答就完了。20年前了，过去了嘛，聊他干啥？过得去吗？太过得去了啊！说过去就过去。那是个男的，哥。他原来就这样。他原来就那样，又臭又硬。那你干嘛跟他好啊？年少无知呗。谁追谁？那肯定是。这补不了这事儿了，哥。好几年啊，有实际关系吧？对。哎呀，这个聊他干啥呀？就好1年。那谁踹谁？我一脚把他踹了吗？你踹我干嘛呀？行啊，老韩呐，还搁底下脚底动作。不是，我左腿别脚，你得小心点啊！小心啥呀？你说你俩就是亲兄妹。那不然我跟你说，谁踹谁我不管。亲兄妹说对了，亲哥盯着你呢啊！啊，看着没？有哥好吧？看不出来呀。看来啥？小白脸子，没好心眼子。我干啥啊？少吃点姜，晚上吃姜塞砒霜。慢点啊，哥。有事儿啊？啊，那酒我没送，没送对了。是我不能犯那错误啊！就咱这身份不能送，是不是啊？那关键是我搁哪儿啊？不敢跟茂娟说。你放我这儿啊，爸留的东西我得留着呀。哎，又来了，补充证。李队，那不是李队给你的。郝秀萍找到了吗？还在找。一个大活人还带个孩子，这么难找啊？你看补充证。康村的人我觉得很有问题，好好盘查了吗？汤村600多人，我手底下就那几个人，连轴转了好几天了，都很忙，不然我也没这机会亲自把这个补充证据给你送来。话也不用这么说，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但是咱能不拿这个事儿当儿戏吗？我是对你有意见，但我不敢拿这事儿当儿戏。你退补了2次，我补充侦查了2次，开了7次专家会，大年30还在加班，我没工夫把这事儿当儿戏。谁也没闲着。说的对，警察也是人，不是神仙，都需要时间啊。来吧，啊。那刀呢？刀找到了吗？
证据呢？王永强的证词就是证据啊！我听他说要我们警察干什么？你看监控了吧？哪儿呢刀？哪儿能证明有刀？所以要你们去找啊！如果这把刀真实存在，而你没有找到的话，那你得负全责。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谁责任？你的责任。我的责任。对呀。啊，你诉不出去，我的责任。我诉不出去是我的事儿。你可以告我。行，咱都为工作，别同时好吗？都为工作，他不是那意思。不是那意思。你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我啥意思啊？哥，找不到你就得担责。别说了，哥，消消气儿，别生气。你有问题，你唬着他。田姐，公安那边警力不足，你又不是不知道。你这以后让我们怎么开展工作？您说的都对，我们就照顾别人的工作，自己的工作就别开展了呗。你这脾气，你说上大学时候这样，你那时候这么熟呢？不熟就是上大学我大他2届啊。哎，田姐，说是市里边把车队工资给垫上了啊？对，垫上。王姐那边我也汇报了，对你肯定是加分的。嗨，我就是一个想法，主要是靠您决定了。你能挂职在这儿，其实最后拍板的是王姐，你知道为什么？那领导肯定想的比我深呢。王姐是亲口夸过你的啊，说你呢在办张贵生这个案子的时候呢，守住了法律底线，这种精神恰恰是我们需要的。嗨，这领导真是明察秋毫。行，不要有压力，案子该怎么办怎么办。但是田姐，那个我是挂职过来的，我是在做工作的时候呢，好的话不方便说啊。有突出表现的，正式留用，是不可能。病人状态目前还算稳定，但大面积伤口引发多处感染，腹腔每天都有积液，肾功能也有问题。就算好了，估计人也废了。医疗费花了多少了？这个具体我得查查。家属那边要求不惜代价，重症待了大半年，应该不是小数目。李检察官，早就想跟你好好的聊一下了。你有什么需要的，你提个条件嘛。没什么好聊的，等审查完会通知你们的。别他妈给脸不要脸啊！你别说脏字啊，好好说话。还查啥呀？人就在里边躺着呢。我不相信我弟自己把自己捅成这个样子的。我弟要是死了，恐怕就不是说话那么简单的事儿了吧？少废话，说诉求。我们的诉求很简单，我就想知道刘文金身上挨了这26刀咋算？你们的求偿金额太大，远远超出了王永强的能力范围。没钱啊，他可以卖血呀，卖肝、卖肺、卖腰子，掏空了卖。我是不是应该提醒你一下？里边躺着的可是烈士的家属。从法律角度讲呢，躺在里面的人涉嫌强奸。你再给我说一遍，说强奸再说一遍。别急，这是一个法律上的概念，涉嫌不是定罪。你是谁啊？办这个案子的。好啊，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啊！世上的领导进我们刘家的大门也要低着脑袋，那是英雄的大门。要不是当年刘文金他哥刘文武舍命去堵洪水，有今天的康村吗？他哥舍命堵洪水有功，所以他就可以折磨王永强，强奸别人老婆是吗？谁强奸？再给我说一遍，涉嫌。喂，好，我知道，这事没完啊。跟过去看。哎，干嘛去？是不是发现郝秀萍行踪了？别跟那么近，暴露了。紧张什么？我紧张什么呀？远点。我开车，你少废话啊！赶紧联系李队。
像是郝秀萍的女儿娟娟啊，是娟娟。是郝秀萍！你撒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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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光天化日，你们想绑架？你哪只眼睛看见我们绑架了？那你们干什么呢？你们康村人懂不懂法律了还？我们不懂法，你怎么知道我们不懂法？这叫懂法吗？要不要把检察官放走？康村人没那么大胆子，绑检察官，求你们还来不及呢。韦检察官，别误会，我们是接郝秀萍回村。老爷子，这些人是你安排的。对，秀萍啊，咱们回村吧。啊，他不回，他不回就把腿给他打断。你敢？今天他要跟我回检察院。韦检察官，我们没别的意思，防患于未然嘛。我儿子被捅了26刀，跟他有脱不开的关系啊。他要是逃跑了，案子怎么办？我以检察院的名义向你保证，他不跑。以什么名义不管用？谁能保证他不跑？今天他带着行李出现在长途客运站，就不说明他要跑吗？我作为被害人家属，替你们检察院防止证人逃跑，我们有错吗？我。谁不知道你们检察院包庇王永强？要不然这案子能拖这么长时间。你们检察院不作为，我根本不行！不要生气，不是啊，警察马上来了。哎呀，你不要拿警察吓唬我啊！我们在保护证人，警察抓我们干什么呀？证人要你们保护吗？秀萍啊，秀萍，带他上车。来，带他上车。哎，别动手！别动手！我们已经报警了，我们已经报警了！别动手！别动手！哎呀，警察大人了！别动手！我跟你讲，别动手！回村干什么？回村！别动手！小平，别回村！你干什么？做什么呢？住手！你轻点。哎，你帮我看看这是什么啊？没事儿。不是，我感觉不太好，您帮我看看吧，我这是不是脑震荡啊？大夫说没事儿，就是没事儿啊。脑震荡。你至于吗？啊，他破点皮就包得跟开瓢了一样。你这拆了，哎，别装给干什么？哎，我告诉你，我这工伤，你跟单位汇报一下。你再晚来一会儿，医院啊，马上伤口都要愈合了。赶紧洗手吃饭，别装啊！我装什么？我工伤，我伤口在脸上写的明明白白，我装，真是，说我装，就知道吃，妈又芥末凉皮。挪一下，我拿东西。啊，不好意思，这能吃东西哈？别拿出去吃你。你 CT 彩超片子我都拿走了啊。谢谢啊。CT 彩超，你还查啥了？就随便查查嘛。又占人便宜。我工伤。哎呀，工伤，吃吧吃吧。啊。吃啊！哦，吃，你也吃。那在哪儿买的这个？楼下。嗯，好吃吧？正好有芥末凉皮，然后我就买上来了嘛。你咋了，老韩？头疼啊？啊？我给你叫医生啊。你咋了？伤
你想那个干嘛呀？你肯定有事儿吧？是不是查出什么病了？啊？你把单子给我看一眼来。你让我看一眼。病者自述晚上起夜频繁排尿，略感吃力，而且排尿不尽。诊断结果前列腺钙化，钙化啥意思啊？钙就化了。那钙化是堵住了不？能尿就行。能尿就行呗，反正不是绝症，咱就积极配合治疗吧。媳妇儿啊。回来啦！哦，哎呀，站不稳了。哎呀，媳妇儿。啊？妈，老韩，怎么了这是？脑震荡。来，你先坐下，我看看。案子就不该接，咋办都不讨好。跟谁打仗了？他被保护证人，就伤了呗。不是保护证人，那不是保镖的事儿吗？哪有保镖啊？我们不得往上冲吗？你是不是傻呀？你多大岁数了？你往上冲？你不想想我，你不想想孩子啊？下回不能这样了啊！哎，有你这话就行啊。看看我躺会儿没事。我去给你做饭，你自己在这躺。哎呀，我躺会儿，我吃穿舒服，我得好受点啊。哎呀，手给我。你现在有没有什么症状啊？心跳。废话嘛，心不跳不就完了吗？不是咣咣的呀，气儿短，迷糊。心慌。那你这还真得养一段时间。几处伤口啊？一处。我看在哪儿啊？在前面啊。前面哪儿啊？这儿呢吗？这块儿啊？后边没有啊？后边没有啊？那你照这个网干啥呀？那伤口都露在外边了。这护士给包上。啥护士啊？把伤口包外边了，太业余了吧？没等我开车蹭上去了。哎呀，老韩。你办案的时候跟谁去的？王铁军吗？那铁军儿是个长头发。铁军长什么头发？大寸头。没别人了？没有啊。晚上吃啥？吃头发。这谁头发？你问我呀，跟你身上粘着呢。呀，还挺长。这你的吧？这我黄头发，这黑头发，这发质比我好多了。你看这人营养跟得上。这不是，我真不知道这谁。哎，你别说啊，眼熟。吕玲玲。什么吕玲玲？她的头发跟我长度差不多。那你今儿办，吕玲去没去啊？她在外头外围去了。她工作嘛，这不在一起吗？我就说嘛，你看搁外围这头发都能飘到你身上哈。哎呀，这缘分。不是什么，你这真没有意思了啊！谁电话啊？老不接老挂。那什么，就境外卖保险，我说我不买，都不知道信息咋泄露的。双保险。这不是，这个是那谁，单位同事，王铁军。又是铁军啊！这好哥们儿电话有啥不能接的呀？不是我接不接的，你说又打。没事，帮你接。不用，不是媳妇儿，你看，你看，你看看，你怕啥呀？我不是怕，我不愿意把工作带回家，有什么好接的，对不对？别打了！你喊什么呀？啊？你喊什么？我想问你，我是不是心平气和在问你？我也心平气和在跟你沟通。我也心平气和。你喊什么？我没有，脑袋疼。你不就这么一个小伤口吗？我小伤口，它冲击力大呀！来了。打你电话怎么不接呢？找你有事儿。你怎么来了？老韩。谁呀？嫂子，我。李玲玲。这真是说曹操到啊！是我找他有事儿，打他电话又不接，打一个摁一个，打一个摁一个，我一着急我就上来了。王铁军。谁？来，铁军进来说。进来说，快进来。我在你手机里叫王铁军啊。什么王铁军？就一个代号。不是你干嘛来了？我跟你说郝秀萍的事儿。你说什么萍？你打电话说呀。我打了，你不接啊。
我不接，是不是就有不接的道理？你能不能懂点事儿，对吧？你不至于登门拜访吧？不是，那事儿太着急了，我是把他们母女俩安排在你们家楼下那个小旅馆里了。啥意思啊？我把她带回我家，但是我在我家门口看到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我感觉那不三不四。你感觉你就登门拜访，那你就把我弄得现在很不三不四啊！我没这个意思，嫂子，我没这个意思啊。你什么意思啊？不是，我是想来说，能不能拜托嫂子照顾他们一下？你嫂子是不上班，那你嫂子得照顾我呢，那还有大儿子呢，马上高考。韩明，你工作上的事儿你牵扯家属，你这有点反常态呀。啊，没有啊。啊，那出汗了。平时在单位，你跟人玲玲也这么说话吗？单位不，单位我挺知性的。那啥意思啊？当我面演戏呢？我演什么戏？我演戏。你喊什么呀？啊？人找你聊工作，没找你玩儿。玩啥呀？就是这个苹果。谢谢嫂子。你刚刚说那个什么平？郝秀萍是我们一个案子的证人。郝秀萍是我们案件一个证人。没问你。你说。孤儿寡母的，挺可怜的，老被人。等会儿，孤儿寡母啊！啊，韩明，你知道吗？我知道啊。知道你不管呐？心这么狠呐？我问你，万一有一天你要是走我前边，那我跟韩雨辰是不是也是孤儿寡母？干啥就我们要是遇到困难了也没人管，怎么办？干啥我就走你前面，给我整没了，我活好好的。脑震荡，万一走我前面呢？我脑什么震荡？我就擦巴点皮儿，我在这撒娇呢。我擦巴点皮儿？也震，反正。擦巴点皮儿，完了你跟我说脑震荡，人吕玲玲没名啊，那为什么给你打电话叫王铁军？不是手机里没改啊，手机没改，代号嘴改了，给谁起代号？怕你误会嘛，就避免怕破坏咱家生态环境嘛。你说说咱家什么生态环境？咱家自然和谐，就生态。那是自然和谐吗？是不是也分时候啊？你撒谎这会儿，它能自然和谐吗？避免不必要摩擦嘛，就是。你不撒谎就不能有摩擦。谁没个初恋呢？年轻追我的人多了去了。你嫂子当时就是挺好，说话无毒。你嫂子一直花我，当时追她。眼下看上他了。没有。你逃过一劫，没跟他。啊，对。说正事儿，你叫什么萍？郝秀萍。那郝秀萍他们孤儿寡母的，就俩人住小旅馆。啊。那不行啊，那咱得赶紧过去。嫂子，这就是郝秀萍，那是她闺女娟娟。小可爱，长得真好看。是哈，你叫我娟姐就行。以后有啥事儿你直接跟我说。她是残疾人，听不见也说不了。她说谢谢，不客气。我还给你拿了几件衣服，别嫌弃啊，这是我年轻时候穿的，你能穿。那会儿我瘦。他说不麻烦了，谢谢。不麻烦，我给孩子也找了几件。这麻烦啥呀？还学手语了？为这案子现学的呗。我儿小时候穿的。你也娟娟呐，今年几岁了？看哥哥今天给你带了好多好吃的，你想吃哪个？孩子跟他妈一样，也是残疾人。行呗，明儿单位见呗，王铁军。行，嫂子，我先走了啊。慢点啊，王铁军走了啊。那。哎，我是真没想到啊！你说娘俩都是残疾人，太可怜了。大夫说孩子还能治，所以他们家借的高利贷，就为给孩子治病。这啥意思啊？谢谢咋的呗？儿子给比个心。不用谢。不用谢。不用谢。拜拜，妹妹。回去吧。拜拜。谁电话呀？又是铁军啊？啥铁军？你哥，让你接。海明，刘文京死了，知道吗？刘文军是谁呀？刘文京吧。哎哥，刘文京咋了？刘文京死了，医院通知我们的。几点死的？就刚才。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大伙安静一下，安静。杀人偿命，杀人偿命，杀人偿命，给我一个说法。来
我是政法委书记曹东山，大家有什么想法，有什么诉求，可以通过合法合理的渠道来反映。现在的行为，你们属于是非法聚众闹事。曹书记，赶紧把车开走。老爷子，我们不是闹事来，我是替我儿子讨公道来。老爷子，您有什么想法可以进去到我那儿说，没必要把个灵车堵在大门口吧？岁数大了，腿脚不便，上不了你们政府台阶。2件事：一，我大儿子刘文武舍命救了全村227人，政府给他定了个烈士，没想到我的小儿子刘文京不争气，给咱们政府抹了黑，所以我要求取消我们家烈士家属证人。哎，老爷子，您这是干嘛？第二，咱们是法治社会，退一万步讲，就算我儿子强奸了，他不该是死罪吧？但他被人捅死了，那么捅死他那个人，该不该是死罪？该。曹书记，要不您先进去，我来处理。哎，安静，大家安静，不要激动，一定要相信我们的司法机关会秉持着公平、公正的原则来处理案件。好，既然检察院的也来了，当着我儿子的遗体，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真正的公平公正，就是杀人偿命，判凶手死刑。我说2句啊，我是刘文京家属的律师，是这样，这个案子它现在属于是9突未了，但是现在的关键是人死了没了，你作为检察院，你得给大伙一个说法，对不对？这个案子是谁办的？赶紧过来。叫你呢。哎，书记，我副的协办。哎，现在呢，咱们这个案情啊，确实发生了变化。对，案情发生了变化，咱们客观上讲，可惜了，但人死为大。你也认为人死为大，对吧？是。好，人死了，案件程序肯定会发生变化。虽然现在2退退回来了，你来干什么？谁让你来的？我怕你不能过去，整乱着。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所以大家，您说，起诉截止日期还有多久？1周。提前几天？能不能提起公诉？能。你确定提前几天能够提起公诉？确定。我在这里向大家保证，再给检察院几天的时间，如果1周内他们没有提起公诉，你们来找我。田姐，几天时间不够啊？那多久够？你说吧。其实也够了。够什么够啊？霸凌、强奸、拿没拿刀，几天时间不够查呀？王检不止1次的说过，就算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犯，他的生命权也是受到法律保护的。王永强谁来保护？他的家人谁来保护？我们是检察官吗？只能从法律角度看问题啊。检察官不也是人吗？你什么意思？我没什么意思。田姐，有句话其实我一直挺想问你的，你老王检长王检短的，就没有点自己的想法吗？你少说2句，他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这个意思。这是我的案子，我是主办检察官。我是主管检察长，我有权变更案件的主办检察官。安明，从现在起，你主办王永强案，几天时间完成审查起诉，行吗？行了吗？这几天真是把大家伙累坏了，你好歹扛下了，终于把这个审查取出报告弄出来了，终于能提起公诉了。你看，你还说1周，够不够？够不够？你说，你这曹书记当众承诺的，咱就一定得办到。这还是您领导有。来。啊，你约我吃个饭，不能就为了夸我2句吧？有啥事儿说。能不能让吕玲玲回来继续当总办？你这几天不干得挺好？我觉得还是他合适。他呢，工作能力是强，但是这个脾气啊是硬伤。我不知道说了他多少次了，你一定小心，一定小心。我对他确实是比较严格一些，是吧？你也能看出来啊？能看出来。那你对他那确实是看出什么呢？就你对他，不是我，就全院都看出来了呀！你完了，连你都看出来了。我就说这院里头啥也藏不住，啥没啥，我追过去。你追过他1年多小2年吧。
啊，那这确实看出来了。那领导，咱还不知道就该不该问啊？就是，那你俩现在是，好着呢，还是追着呢？正常程序，正常流程。正常流程是，他是说就是想把这个事儿呢再稍微的放一放。哦，我感觉啊，是因为我之前离过婚的缘故。你有孩子吗？没孩子。你给我帮个忙吧，就想着呢，就帮我再说和说和。哦，哎，你们这老同学嘛，我看这关系也是挺好的，是吧？我俩关系一般，就是同学。你看你就你跟他怎么不合适啊？这不是就还行，是不是还行？还行吧，还行，是不是？还行。王姐也是这么说玲玲呢单身，我又没孩子，其实还是挺合适啊。王姐也说合适，那合适那老韩，韩明，你快过来一下。我叫你听着没呀？就知道睡。哎，刚眯着。你赶紧的呀！哎呀，来，路上来了，干啥去？这啥呀？这是？哎，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啊？这拘留咱陈真。拘留？那张主任没撤案吗？人张主任从来没说要撤案呐。他不是收酒了吗？礼收了不办事，什么人呢？酒人家也没收。没收？我这身份我也没法送他呀，人家水果篮人都不收。你没送出去，为啥不告诉我？不是我那天晚上吃饭，我这不刚想跟你说吗？你哥就大包大揽揽过去了，他说他能办，酒就给你哥喝了。把酒给谁了？给你哥喝了吗？你给他干什么？他能办明白吗？那他揽过去了，我就以为他能办明白吗？他一天大包大揽的，事儿的，办明白什么事儿了？那他说他能办，那亲外甥他大包大揽，什么哥呀？这是你说？什么找去？你这等会儿你把脸擦一擦。我擦什么脸？我还要脸呢！我儿子让抓进去了。心咋那么大呢？还能睡着？睡什么着？闭目养神呢？养啥神呢？累着了？那咋的？那睁眼睛等不也等吗？睁眼睛不显得心诚点吗？我哥出来了，3、5分钟就出来了。咋样，哥？咋样？啊？你快走2步啊！上车吧。你早知道我就不下车了。说话，哥，咋样啊？说话呀！听我说啊。哎呦我，你哥这性格随谁呀？随我爸。是这个走程序了，这案子撤不了了。撤不了了？就是开条子了，你知道啊？我知道啊，那撤不了了。你知道？你告诉我怎么回事？没办成呗。不是你那天在饭桌上怎么说的？大包大揽的。不是你除我也撤不了了。我除你。不是我，这不是我说了算的事儿，是不是？那你开条子了，开条子撤不了。那赵所不是你同学吗？是我同学也不能违规操作呀。你见着赵所没呀？这不是进去找的不是赵所吗？那你5分钟就出来了？那就这点事儿啊，还说不明白吗？你什么意思？你见赵所，你出来不成了，你为什么走出了成功的步伐呢？想想怎么办？想怎么办？你揽过去你不能办，这时间谁耽误的？谁呀？不就怨你吗？最佳时机你给耽误了。不是哥呀，你转脸你就甩锅呀？我甩什么锅呀？就是你耽误的时间嘛。那不是你揽过去的吗？源头不就是你耽误的吗？你今天按摩椅，完了明天追逃犯的。我工作，我什么按摩椅？我那是为工作。那你儿子的事儿就不管呗？你们把我说死有啥用？现在事儿怎么办？说到根上就你的事儿，韩明。对你全责。我怎么全责呀？你哥你别挠他了，你眼睛太像了，那么平稳，心里都跳呢吧？不是，你是不是担责呀？我担什么责呀？那饭桌上你没听见吗，媳妇儿？我是不是在饭桌上我说人家没撤案，人家态度缓和了，那哥啪就给揽过去了吗？哥确实你揽过去的啊，你确实大。这你亲妹妹说的。不是，那我不承认吗？不能违规操作，对吧？你没让违规，咱想想，咱们违规的没有。没逼你啊！你是明白人，那酒没送是对的，对吧？对呀。你酒没送，你说到酒了，你把酒还我呀！酒在我这儿呢，在你那瓶儿，在你那儿，那爸留。我还你一瓶。什么叫给我？哎呦，你俩还聊酒呢？你俩有没有心呐？孩子抓进去聊酒。你把酒送出去，是不是没这事儿了？别喝酒了，我要送酒，我不被抓进去了吗？你第一时间找我不就完了吗？哎呦，你好有正义感呐！啊，这事儿不该我解决吗？谁是明白人？根本都没法交流呢，当事人。那我跟你说，我怀疑你遇到事儿你脑子不清醒，你懂吗？你得明白，思路得清醒，稳当，得稳当，说什么事儿都得稳当的。想办法，韩明。想着呢嘛，想着呢，脑子哇哇转呢，现在。
谁想个办法呀？嗯啥呀都啊？哎，有个人，你把话说全呗，哥。还突然冒出一个人来，你怎么算命的呀？突然冒出来谁呀？就找他吧。你说我哥给找这人能靠谱不？应该行吧？不是张主任亲外甥吗？但愿，就怕我哥不靠谱。哥也耽误事儿一天。哎，他家吃啥的？冒菜。怎么还吃冒菜呢？事儿办冒了呢？刘老爷子律师吗？不会吧？认识啊？康村的，我那案件相关人，我得回避一下。你面对媳妇儿。你回啥避啊？那我咋整啊？我独自面对呀。是李队的妹妹吧？对，李茂娟，你是陈律师？对，叫小婷就行。快请坐，请坐。我没想到哈，这么年轻，你真是年轻有为。那以后就叫弟弟就行，就别叫小陈。哎呀，好好好。韩姐，哎，陈律师，底下您夫人吧？啊，我俩聊差不多了。说您别担心，这忙我肯定帮。张主任我亲二舅，李队出面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是这样，陈律师，先谢谢你，但是呢，一码是一码，孩子的事儿呢，真不用帮忙了。我媳妇儿代表不了我，我们再想办法。咱俩今天没见过，您千万别介意，这没有摄像头，人问我也不会承认。我来这儿唯一的目的就是教你这么个帮人。啊，刘老爷子那边就是想要个公道。谁不想要公道？媳妇儿，你刚才跟陈律师怎么聊的？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哎，就不告诉你，哎。别哎你，他给你开什么条件？把你卖了。你别胡闹，他是我案子相关人，我得避嫌我。知道你避嫌，那避的不挺闲的吗？一溜烟你就传没了，把我留那儿一个人独自面对。你也不能面对，咱俩不一家人。那就离婚，变成两家的，行不行？让张主任把这案撤了，咱们再复婚，你看这样行不行？不是他是不是张主任亲外甥，咱还不知道呢。你怎么的？给他俩抓一块验个血呀？你说，他什么时候走的？哎呀，不是，那我来得及追他吗？他走哪条道？又要追谁去啊？不说好回家吗？刚才打电话你没听见呢？我顺风耳啊，你戴耳机呢？张桂生说又要上访去。张桂生，这不好几年前的案子吗？他迈不过这坎儿呗。他迈不过去这坎儿，凭啥你要追他呀？他这案子不我负责吗？那上面追责下来，我挂着受影响啊。是，你这样靠边停一下，我下去。你走回家呀？我打个车呗。你给家省点钱不行啊？在那儿来。张桂生，张桂生，你提上来，咱俩商量商量。张桂生，你别喊了，就他骑的破摩托，突那么响，他能听上你说话吗？那也得喊呢。张桂，你帮我喊。不是，我就问你，老韩，就这摩托车，他能骑到北京去？他骑到火车站。张桂生，帮我喊。张桂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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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我本来是要回家做饭的，你说这饭做什么饭？做什么饭呢？那我喊他也听不着，我喊半天了，那怎么弄？咱俩一块喊，1、2、3，张桂生，冲的是魔鬼，冲的是魔鬼，去了就后悔，去了就后悔。
就这么走了，真就这么走了。你爸开得太快了，货车呢也开得太快了，没到医院就没了。这是你让他签的保证书吗？丫丫，签保证书的事儿，爸爸确实应该跟你商量一下，你别生气啊。你知道我最难过的是什么吗？在我关押期间，妈妈拖着有病的身子和你一起到处申诉，到处上访，要给我讨一个公道。妈妈后来就累倒了，她离开人世的时候你还不到15岁，你把你省吃俭用攒下来的学费拿出来，才给你妈买了件好点的书衣，办了后事。我知道，剩下你一个人的日子过得很难很难。那被我打伤的那个人的家属没少找你麻烦，去学校闹了很多次，让你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被人议论，被网上的流言蜚语伤害。每次想到这儿，我是既痛苦又内疚，觉得爸爸对不住你。你一直坚持要上访，你说公平和正义要去争取。如果你自己都放弃了，谁还来帮你？虽然你说的很对，但你也要听爸爸一句啊。我这次去北京是最后一次上访了，不管什么结果，咱都认了。韩检察官帮我介绍了一个工作，等爸爸回来我就去上班，努力挣钱，争取供你上一所好大学。让我们向前看，重新开始，好吗？我相信日子会好起来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其实我爸根本就不想上访，每次都是我要他去。这是我亲手写的上访材料，我写了好几年。是我害死了我爸。孩子，孩子，韩检察官，我不会再上访了，我爸也不会再纠缠你了。韩检察官，你能不能告诉我，如果你当时也在那辆公交车上，你看着那个人被流氓欺负，你会怎么做？你会像他一样挺身而出吗？你摸着良心说，我爸有罪吗？对他的判决公平吗？哎，王儿，哎，那个，你把最近跟王小强这案子相似的案件资料拿来我看看。你不是说不看了吗？我现在想看。哎，哎，你上回说的那个看见刀那个叫大勇的人找到了吗？有眉目了，就这1-2天。行，等你确定了，我跟你一起去。你别搞得那么不好意思，让他跟抢了我饭碗似的。我不好意思，那天你就多余跟田检说那些话，让他发那么大火。也许你当主办检察官更合适。嗨，一会儿啊，咱俩在后边跟着，别往前冲，能把人吓跑。行，这点常识我有，用不着你说。你这个性格呀，我性格怎么了又？
没跟李队打声招呼啊？先别打草惊蛇嘛，还不能确定消息可不可靠呢。你这样也对，警察一来动静太大，咱先闻闻味儿。现在你也知道刀是关键证据了吧？法院还未必认呢，我是让你彻底死心。嘘，别说话啊！哎，媳妇儿怎么了？工作呢？你别急，娟娟哪儿没的？你先别急，那个，她也不是淘气孩子啊，你再找找，跑不远啊，别急啊。好。娟娟怎么了？没事儿，楼下玩，我媳妇儿没看住。你找谁呀？干嘛的？啊，我们是检察院的，找个人。等会儿。你说检察院就检察院的，那证件呢？出示一下。我没带啊？啊，你怎么老不带呢？我是不是得批评你？你说你耽误工作是小，给人造成误会是多大事儿？人保安兄弟容易吗？大热天楼上楼下的，人家坚守岗位，我批评他了，下回带。等会儿，他的没带，你的呢？我的呢？出示一下。我的也没带。你说我的你也不带，你下回下去！我跟你说，俩骗子啊！什么检察院？我还公务院呢。不是，别弄啥，踩点是不是？踩点是不是？不是。我前两天刚丢了2瓶钢筋，下来。走，咱们呀还得讲友谊啊！没有友谊。秀云姐，你怎么来了？别说我，啥都不知道，都是他们乱说的啊。起来！秀萍姐，秀萍姐，刘文静他们我惹不起。你们别拽着我了，我真不知道。加油！你怎么还不走？我是要走，马上滚！哎，别走！想跑是吧？我找你好几天了。哎，签呀，签呀！不签，赶紧签呀！签不签？签呀！签不签？你不签是吧？来，你拿，你把它签了，然后上公安说清楚，你跟刘文京是自愿上床的，他没强奸你，啊？是，当然是，村里人都知道。你跟刘文京，你情我愿，你用睡觉还他的钱，钱。不认账是不是？你钱都花了，你不认账是不是？你男人杀了我儿子，杀人偿命。你想一想，你女儿，你们还得过日子，你把她签了，还我儿子个清白。我保证，你家欠的债一笔勾销，不要了，一笔勾销了。签了吧？签了吧？还有啊，你把它签了，我们家可以替你男人说话，死刑可以改判无期。你男人还能活，男人还能活，来签吧，啊，签，想想孩子，想想孩子，哎，你男人还能活，签吧，别不懂事儿，一笔勾销，不要签了吧，对谁都好。不要了，啊，赶紧签，哎，想想孩子，想想孩子，想想孩子，不要了，别犹豫，赶紧签。不能签！小平，
能签，不能签，不能签！王永强还有希望，不能签！法律不是他们说的那样。你说的法律是什么样？天底下哪条法律说杀人不偿命？听我的，不能签，不能签。还没找着。5岁小孩能去哪儿？报警，给哥打电话。这不能签，我们给你做主啊。小平，娟娟没事儿，放心。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找去了，找去了啊。找去了，没事儿，啊，放心。没事儿，娟娟没事儿。别跑！小平，小平，退后！都别动！我们不过去！你别跳，小平。小平，不过去！吓我们是吧？跳，混蛋！秀萍啊，有事好商量，过来啊，过来。秀萍，孩子没事啊，你放心。光天化日的有政府呢，没人会绑架的啊。他可能出去玩了，你放心，没事儿。过来，快过来！来，秀萍啊。没有，肯定马上就找到了，没事儿。孩子没事儿，孩子就出去玩去了，孩子安全的，你过来。对，安全的。说什么？他说男人能不能活？能活。你给我翻译啊！郝秀萍，你听我说啊，你就是签了那个呀，没有用，知道吗？你男人呢有正当性的啊，我认为呢，他就是个防卫过当，8年、10年他就放出来了，你一切可以从头再来的啊！你过来。真的，我不骗你，咱可以从头开始，好不好？来，把手给我，咱能从头开始。来，手给我，手给我。为什么？活着才有希望，你别胡思乱想。他们是犯罪，我们会制止他们的，有政府的，别害怕。替我谢谢你哥，他动作真快。杭村那几个人心虚，也没敢把娟娟往远带。哎，哥，怎么样？不知道，你那怎么样？郝友平这一跳楼，把康村的那些个村民都给吓着了，很多人都站了出来主动举报，该抓的都抓了，审了1宿。刘文京呢，堂兄都招了，他好几次用娟娟逼郝友平改口供，而且还威胁他不许说出去。这背后是不是刘老爷子在指使？还正在调查。辛苦了，哥。那个叫大勇的愿意出来作证，案发后的那把刀就是刘文京的堂兄转移的。怎么样？
钱够吗？我给你转点。不用，我们先垫上了。辛苦了，李队。行，有事说话。医生，怎么样，大夫？手术做完了，但还没有脱离危险期。谁来说一下注意事项？啊，我去吧。照顾好孩子啊。好的。放心吧。人呢？救过来了。万幸，去之前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呢？跟你说有什么用啊？我起码能提前给你想想办法规避一下吧。做个思想准备，院里肯定要追究的。你不是主办，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自己心里有个数啊。咋样啊？抢救过来没有？晕饱了了。你说是这？哎，娟娟呢？怎么没给她带回来呀？孩子不回来呗，在医院呢，说要陪着他妈。那么小个孩子，不行，我不放心，我去趟医院啊。我跟你一起去吧。走，儿子。那给孩子带点吃的。经本院检务督察部调查核实，现认定吕玲玲检察官在办理王永强涉嫌故意伤害罪一案，带领证人取证过程中未尽到注意和保护义务，造成证人受伤的严重后果。依照检务督察工作规定，暂停吕玲玲在永恩市人民检察院内一切职务，并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调离第一检察部。能让我俩单独聊两句吗？那天咱俩是一起去的，凭什么你自己就扛下来了？总不能两个人都受处分吧？咱俩必须得保一个，这案子还得继续。继续，来，咱们继续。看啊，12年陈杰案，因交通事故，陈杰与对方发生口角，对方取出长刀威胁，陈杰夺刀后追砍，故意伤害罪。14年周显平案，面对3个人围殴，周显平将其中2人扎伤，故意伤害罪。15年贾云科伤人案，故意杀人罪。16年何峰伤人案，故意伤害罪。17年曹爱玲伤人案，故意伤害罪，都这么办的，都这么办的。你觉得这些都对吗？怎么不对？哪儿不对？我干一辈子了，这些法条案例我闭眼睛都能背下来。王永强这案子，搁哪儿办，给谁办都这样，我也不行，也是这样。但我就觉得你不一样。我不一样，我哪儿不一样？啊？我能飞啊？我长翅膀了？我不一样？我今年我40多了，我不是上大学那个看夕阳那个我了，我都到夕阳了。我不一样。我现在我1个月我得染2回头发，我上个3楼我要金盘我都难受。我就想平平安安的，我就想挂职变成正式的。我对我自己都不抱期待，你凭什么对我有期待？你问我凭什么，海明？你问我凭什么对你有期待？来，我告诉你凭什么。那会儿在学校，你打了那个猥亵我的学长，顶着压力就是不道歉，就算影响分配你也不在乎。我以为你就是爱嘛，一时冲动，但你跟我说不是的。海明，是你跟我说的，所有正确的事情都有代价，但不能因为有代价就不去做。就凭你当时的这句话，记得吗？老韩，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郝秀萍要去跳楼啊？一个母亲，为什么愿意丢下在监狱的丈夫、5岁的残障女儿？为什么选择去死啊？压垮她的全是恶势力吗？不是的，
是他的绝望，是他对法治的绝望，对公平的绝望，对我们的绝望。如果我们不能够拯救一个绝望的母亲，如果我们不能够让这个母亲重燃希望，我们有什么资格穿上这身衣服？凭什么？还是那句话，法不能向不法让步，就凭这个。老韩，你跟我说的，我们办的不是案子，是别人的人生啊。找了。王姐，你们永恩那个案子，现在动静很大呀。是，在办理过程中啊，确实出现了违规违纪的问题，已经严肃处理了。最高检准备派个指导组下去，对案件进行指导。你的意见？我没意见。你叫韩雨辰呐？是，怎么了？什么怎么了？不是啥意思？你还要动手啊？你别动。没事。长啥样啊？让你爸看看。你看这里，这身上啊。我这不能看见吗？您吓唬我说看不见了。那是吓唬你吗？再往下一点，是不是就看不见了？就瞎了。爸，这次我听你的，我没还手。什么意思啊？你不让儿子还手啊？我没不让儿子还手，你不能出手打别人，你也不能挨打呀。是啊，你得还手啊，该出手时得出手啊，孩子。不是这么教育的。怎么教育的？就是你不出手，你得跑啊，儿子。我跑不了啊，4个人。是张克打的吗？他叫了一群混混。张克在不？不在。那混混你认识吗？不认识。那旁边有人围观，拿手机拍摄像头啥的。我不知道。怎么的？他是犯人呐？审问犯人吗？我什么？行了，你报警立案。上来就立案报警，不得了解情况吗？你没有目击证人是吧？你这没有证据，你咋？用不着证人，证据在这儿呢，看到没？这鲜活的证据。理性平和。我理性不了。不是，那你说报警咋报警？你不有20年办案经验吗？这会儿不好使了。法律明文规定，你这个面部挫伤啊，这软组织得有4厘米以上，你才能够法律立案。在这教数学呢，4厘米、3厘米。我教什么数学？差点厘米毫米的啊！儿子几个人打你？4个。4个人打这么轻啊？畜生啊你啊！啊？怎么张嘴就骂人的？骂你，我都想打你，还打轻了。不是打轻了，胳膊腿得折一个，是不是？我儿子得毁容，面目全非。你亲儿子，完了嫌打轻了。我是这个逻辑吗？我话没说完你就说我畜生，我是这个逻辑。摔我听听。你摔啥呀？你摔谁呢？我摔你呢？怎么？儿子玩意儿我不心疼啊！我心里不流血吗？你流血了吗？我看看血在哪儿呢？哎你给我坐下，没擦完呢。你跟儿子凶什么呀？我跟他凶了吗？我跟你凶呢？你一进门，我是不是就告诉你了？那就是张科干的。你什么智商啊，韩明？就你这样的还当检察官呢？你别老侮辱我智商！我检察官，我什么不知道？你现在明文规定，你脸上这个软组织挫伤，你到4平方厘米才能立案；你身上你得到20平方厘米你才能立案，对吧？你得缝针，你得骨折，你才能立案。得缝针，你去把菜刀拿来了，去拿去。我干啥呀？我给他拿来，不缝针吗？把针线拿来，我给他缝上。现在能不能去报警了？你咋不把你嘴缝上呢？干啥？你干啥啊？啥意思啊？给我没擦完呢。就来哭出来！啊，不是聊事儿吗？至于吗？上来就他就是扔我，我都没舍得碰一个手指头，他们就给我打了。我不心疼吗？我知道你心疼，你心疼你也不能老跟我聊法律吧？那不是我聊法律，法律它就这么规定的。韩明啊，拎包啊，赶紧出去跟法律过去。干啥我就跟法律过去啊？你不喜欢法律吗？啊？你别这个态度，行不行？我哪个态度了？我还得为校服务呗。
韩老板拎包去跟法律过，好不好？咱现在是不是讲这个事儿呢？妈，我真没事，别哭。妈没事啊，妈就心疼你，不像你爸铁石。我怎的？我不心疼啊！我没看。我怎的？我当儿子哭啊？用哭吗？我让你报警，为啥不报啊？这是不是凡事得有个1、2、3、4、5？咱得按流程。你还上山打老虎呢？1、2、3、4、5。啊，你又不哭了，你就开始了，是不是？啊，真别擦了，擦秃噜皮了都。你看看那擦秃噜皮了，给孩子。行。儿子能动吗？能动。那4个人你薅住1个也行，咱有证据啊。你跑得挺快的吗？行了，别搁那训我儿子啊！啊，你训就行，我训就不行。哎，陈律师，谁？张主任啊？有时间，我马上到啊。好嘞。你这干啥去啊？还换身衣裳？我管着吗？我咋管不着呢？不是，人家陈律师给你约张主任了。你说句话，你去了以后你理性平和，知道吧？别冲动，好好跟人说话。听没听见呢？不是你约张主任干啥呀？结婚。下去。我给你当伴郎啊。用不着。一晃20年，20年了。进。你好啊，张主任。张主任，二小梅提前打招呼，娟姐、韩检察官想就那个孩子那个车案的事再商量商量，我就临时叫回来了。我跟你秦叔3年没见，你说咱们这个事情，你们也拖了那么久了，要不要换一天？不好意思，打扰了。择日不如撞日，这事儿也挺着急的，咱现在聊吧。来都来了。哎，打扰了。喝着呢哈。我这冒昧打扰，是主任同学是吧？啊，我敬你一个。好嘞，谢谢啊。这顿我们请。张主任，我想问问您，这个张科校园霸凌同学的事儿，学校调查怎么样了？我是当事人的家属，必须回避。我也在等消息。就是还没有结果。有结果第一时间一定告知你。好。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这事儿咱先搁一搁。我今天来呢，是还有另外一件事儿。道歉？不是道歉，是还有另外一件事儿。我儿子今天下午被打了。谁打的？一群小混混。哦，没有我儿子。张科呢是幕后指使者。什么时间？今天下午。今天下午，科陪着我去高铁站接的我同学。这个是事实，他可以打电话嘛。就在学校后边那条街上给打了4个人。您看看，这是我儿子被打的照片。我打断一下，你闭嘴。头上、身上全是伤。哦。我方便再翻一翻吗？我看看我儿子的照片。什么意思啊？你不是说我儿子指使的吗？我想看看我儿子指使的照片。张主任，您这是胡搅蛮缠吧？哦，就是没有照片，对吧？然后说我胡搅蛮缠，那怎么证明是我儿子指使的呢？是看见了，是听见了，还是听谁说的呀？不是你儿子说的，是这意思吗？您平时就这么教育学生的吗？不诚实。我儿子被打了，看到证据没有？我给你看到了吧？这叫证据吗？这不叫证据，这叫什么呢？哦，明白了。那就是说，如果我把科打一顿，我拍张照片，然后我过来，我说是你们家韩雨辰打的，这叫证据是吗？科不是鼻梁骨骨折了吗？你是说我们他儿子打的？我现在只要求说道个歉，就这么简单一个事儿。我不讹你们，我不要你们钱，医药费都我们家自己出，对吧？你们还想怎么样？不是要道歉是吧？啊，张主任，我替我儿子给您道歉。不管用。扎手，过了吧？什么叫不管用啊？我一直要求的是你儿子来给我儿子当着我们双方家长面道个歉。有你们这么欺负人的吗？理性，我欺负为什么非要道歉？谁欺负谁呀？为什么非要让一个孩子道歉？你们做好人好事。因为你儿子打的我儿子，什么意思？不是，我今天把话撂这儿了，张主任，我儿子还真就不道歉了。谁因为要道歉？我问你，以后谁还敢做好事儿？可以啊！好，事情是发生变化了，现在是你们把我们家孩子打了，没问题，不道歉没问题，我也不撤案，警察那边该怎么样怎么样，好吧？威胁我们是吗？不威胁你，我不跟你们谈了，好吗？请你们出去，我们私人聚会。陈和，哎，你上学考不上，找家庭教师，我给你安排的。对，你职业不知道该选择什么方向，我给你安排的。你找对象都是我给你安排，你住哪儿都是我安排。今天这顿饭你来安排我，咱看这样行不行？咱们私了，好不好？用得着你喝吗？咱们现在私了，好不好？
去公安局也是这样，咱们私了。公安局我给你们机会私了了，你们私了了吗？现在是你们把我们孩子给打了，这是你儿子打的我儿子，现在是你们找了4个人打的我们儿子，我都不能碰我儿子一个手指头。我们也不能啊，我们也家长，我们不心疼啊。有人把我儿子鼻梁骨打折呀？那你们现在看到我儿子打成什么样没有？我看见了，折了吗？哪儿折了？而且关键的是我儿子打的吗？声音能不能小一点？小一点啊！咱慢慢聊，慢慢聊，慢慢。没事，老秦，咱一会儿咱喝慢慢聊，要不换个地儿，换个地儿。那个陈和，我现在有没有条件报警？咱不把事儿闹大。我今天让2位过来，真的就是我没有想让你把他们拿过来。咱说好了是道歉，不道歉，不需要。这事儿过了，确实不用道歉了。陈律师，道什么歉呀？我们的本意是来道歉的，但是计划有变，这不我儿子被打了吗？科啊，有人说你今天下午指使什么几个小流氓打人了，韩雨辰，没有。张科撒谎。那要不然你们报警啊？如果你觉得是我儿子指使，你们报警，所有的处理结果我接受。张主任啊，咱们是人，为人父母，咱们都长心呐。为什么3句话2句话就报警？为什么？啊？那你我儿子们想前途干什么？一辈子就毁了，你是在威胁我吗？你们想干什么？我知道你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我能理解，但是不能这么逼我们吧？我一个人带，还是我半个人带孩子？我没耽误我孩子的学习，我没有耽误我孩子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欺负学生，他欺负同学，你在纵容他。哪只眼睛看见我儿子欺负学生了？你如果是这样，你拿出就能理有效的证解据张科他妈为什么跟你离婚了。这，我说错了吗？拿过来。咱把手机给我。别，不打了，不打了，别，咱不。来110，报警干什么？啊？我报警找我儿子是吗？你们现在骚扰我。这事都怪我，如果早点去道歉的话，就没这么多事儿了。这个是我写的检讨书，明天一早我就去道歉。道歉？不道歉，咱也没错，道什么歉？大不了这3周咱不念了。都是我的错，我太冲动，对不起，我应该听你话，好好学学法律，就不至于弄成这样了。儿子，对不起。没有嘛，大不了就回县城读书呗，在哪儿上学不一样啊？只要好好学，我一定能考个好大学。我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爸说的那个金字塔尖，我也一定会站上去的。儿子是多懂事儿，说的挺好的。媳妇儿，你别那么想，这事儿变成这样也不赖你。不赖我呀？不赖你，咱不能往里陷，咱得往外想，是不是？反正我想好了，要不我就不挂职了。毕竟咱回县城，你呢继续上班，咱也不在家窝心，出去工作去，咋活不是活？是不是？你干啥你家来着？老韩，我也想明白了，你说咱家一家3口只要能在一块儿，在哪儿都一样。是啊，对，是不？是。给我电话。不哭了啊。哎，对。哎，哥。韩明啊，哥，先说个好消息啊，张科的霸凌行为，学校已经查实了。张主任表态绝不姑息，不仅要学校处分张科，还主动把咱晨晨的案子给撤了。撤了。啊，都给案子撤了。哎，撤了。啊，然后呢？我们也不是把人张主任给拽倒了吗？不，哥，不是我拽的，他自己摔倒的。你说没有用啊，人家有旁证，现在伤检出来了，手腕骨折，够立案标准，张主任又重新立案了。不是那不行啊！你等会儿啊，立谁的案啊？立谁的案？立你的案啊！啥？而且人家拒绝和解，所以还有个坏消息。怎么的？你们得有个思想准备，行政拘留。拘留谁呀，哥？
拘留我吗？还有谁呀？当然是你了。这给你妈带上。小韩，这不是梦啊！啥梦啊？警察在这儿。哎呀，你凭啥抓我进去啊？他缺钙，那骨头一碰就碎，你这怪我吗？不怪。这新局一时半会儿我也出不来。郝秀萍他们娘俩没事，你去照应着点儿。你放心吧。儿啊，别老点外卖，听没听见？你长身体，那得吃有营养的，想吃啥让爸给你做，冰箱里啥都有。我做。行了，可以走了。您再说两句。我检察院呢。你家里床单被套，一个星期换一回，洗一洗啊。一星期就回来了吗？怎么的？等我放出来洗呀？爸什么活也不干啊？我不是那个有洗衣机吗？会用吗？学呗，学。放心，你说你俩学，你放心，你那啥跟你妈保证不玩游戏啥的，赶紧立个态度。我指定不玩游戏嘛。等你回来。行了，走吧。心有点慌。没事，我俩陪你去。挺住，咱家顶梁柱，挺住。站不住了。走了。走吧，走。然后跟着。爸，我就制止了个霸凌，这事儿怎么就成这样了？那我又看见同学被欺负，是不是就不管了？那当然得管。那管了不又成这样了？这种事儿吧，你只要动手，他就是祸，谁伤重谁有理。那当然了，他也不全是这样，得看具体情况。我觉得我妈挺棒的。那当然了。你在检察院待了20多年，你对我妈今天被拘这事怎么看？法律没错。那谁有错？啊！韩明，现在心更慌了呢。我听说那里边犯啥罪的都有，还有卖淫嫖娼的，说不听话就往嘴上抹屎。关键是晚上睡，得挨着尿池子睡。胡说八道，这法治社会了，放心。行了，家属回去吧。放心啊。希望能够得到上级领导。韩明，王检，来，王检，您叫我。这是王永强案件的主办检察官韩明，这是赵听。哎，庭长您好。你好。哎，赵听，我是田宇。你好。案件的定性还有什么问题吗？事实层面没问题了，社会很关注，但是争议也很大。我有点想法啊，不一定是准确的。我觉得我们现在不应该被社会舆论所左右，法本身就是条红线，过了这条线，那是坚决不允许的，也就没有。主办检察官是他，是不是？对。你那个起诉报告我看了，故意伤害致死这个定性没有问题，所以你这个听证会啊，很可能改变不了什么，你清楚吗？那个王检，我跟您汇报一下，这个听证会是我让郝秀萍申请的。你这就让院里很被动了。咱们检察系统的办案理念你是清楚的，院领导的态度也是摆在这儿。有责任我扛，不给领导添麻烦。哎，你放心啊，院里该负的责任不会推卸，不会让你一个人扛的。你别有压力，啊。在听证会开始之前，我想把王永强的遭遇再具体说一遍，这跟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案件有直接关系。别动！这不是一条狗吗？我也不想给你戴绿帽子。离婚协议书我帮你写好了，签个字，以后你老婆归我。
现在，不，现在就撕呗，来，我给你撕啊，撕。那这样哈，我帮你想了一个还钱的法子，我睡你老婆一次，算你还我200，前几回的也都算上，够意思了吧？记住了，以后我来一次，把你拴在这儿，守着，外加100，看门费。来。等着，砍死你啊！真的玩你老婆。这就是刘文京长达半年霸凌王永强一家的细节。王永强夫妻惧怕对方打击报复，不敢报警，但对方变本加厉，把王永强逼到了悬崖边上。虽然双方互殴那一刻不存在紧迫性，但从更大的时间跨度上来讲，不法侵害仍在继续。我查了法律资料，王永强再怎么屈辱，在他动手时强奸已经结束了，所以王永强的作案动机应该是泄愤。我搜集了近10年全国发生的故意伤害案，50%的伤口都集中在被害人的脖颈、胸腔、肝脏等重要部位。而刘文京的伤口很分散，而且大部分深度不到4毫米，只有2刀是致命伤，这个比例不到7%。那你觉得王永强的动机是什么？恐惧，正是因为恐惧，他才害怕刘文京去车上拿刀，而我们找到了那把刀。我要补充一点啊，最高检曾明确给出过指导意见，有证据证明行为人不计后果对危害结果采取放任态度的，都是故意伤害。26刀确实是不计后果，而且人都死了。支持认定事实的证据非常的充分，对于公安的工作我们高度认可。关于涉嫌故意伤害致死这一点，还有什么异议吗？我们检察院会根据最高检给出的指导意见。等一下，等一下，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王永强挥刀26回，这个背后到底是什么？王永强一家为给孩子看病奔波了几年，筹集手术费用，走投无路问刘文京借的高利贷。他们一家就想让孩子能够恢复健康，过正常人的生活，但是王永强想错了，等待他们一家的是没有尽头的折磨与虐待。刘文京是不是去车上拿刀，这一点在法律视角上不重要，那在王永强眼里呢？在一个濒临着家破人亡、一个绝望的人的眼里呢？我必须要提醒一下啊，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最重要的是保持冷静、客观。我现在很冷静。那难道像刚才那样，我们喝着茶水，吹着空调，对着视频一帧一帧分析嫌疑人举动，这叫冷静吗？那你要求一个父亲、一个丈夫、一个普通人在那一刻做什么？这个讨论已经脱离了王永强杀人的事实。事实是什么？事实是任凭一个杀了你家狗，还逼你喝尿，每天折磨你取乐，甚至反复强奸你妻子的人，有机会去车上拿刀，甚至只有1%的可能性。在王永强眼里，刘文京他是一个不可预测的野兽，他阻止这个野兽去侵害他的家人，这有错吗？对不起。那你的结论是什么呢？防卫过当？不是防卫过当。作为本案的主办检察官，
我认为王永强的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0条第1款，正当防备。我的结论是，无罪，不予起诉。我找到了22个与本案类似的判例，无一例外，全部认定为故意伤害或故意杀人。目前这份涉嫌故意伤害致死的审查起诉报告，在法律层面上没有任何问题。推翻它，也就是推翻了之前无数类似的判例。这对全国司法系统的影响有多大？你知道吗？我知道。3年前，我就是遵循司法惯例，把一起介于见义勇为和故意伤害之间的案子办成了后者。我不断地说服我的当事人要接受法律的判决，我说服他接受这一切，不要上访，不要闹事儿，要忍下来。但就是这回，遵循司法惯例的判决，让他送了命。他女儿是个未成年人，孩子就抱着他父亲被货车撞瘪的头盔，泣不成声。孩子哭着问我说：“我爸爸错哪儿了？对他的判决公平吗？”对于一个没有母亲又刚刚失去父亲的孩子，你就看着一双哭红的眼睛，你会怎么说？你能说什么？我觉得多说一个字都是苍白无力的。我没办法拿着法条逐字逐句给他分析吧。我说服不了他，我也说服不了我自己。王永强的女儿娟娟，也是个残疾人，这是他给我写的纸条。我爸爸是个好人，那请你们告诉我，我该如何跟一个5岁的残疾女孩解释这一切？我说，这是我们的司法惯例。哦，改变案件定性的阻力很大啊。虽然我同情你爸爸，我认为他没有错，但是我还是要把他判成杀人犯。我这么说吗？10几年后，女儿会长大，会步入社会。当她再看到这个纸条，她还认为她父亲是个好人吗？5岁的娟娟，还有刚才我当事人的女儿，他们都是未成年人，都会长大，都会步入社会。那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究竟是把怎样的一个世界交到他们手里？王永强的老婆郝秀萍跳楼之后，有个人跟我说过这么几句话，他说，一个母亲为什么会扔下她狱中的丈夫和5岁的残疾女儿去跳楼？为什么？因为她绝望，她对法律的绝望，对公平的绝望，对我们的绝望。如果我们不能给她带来希望，那我们有什么资格穿这身衣裳呢？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们办的不是案子，是一个人的人生？韩检察官，你在用个人的情感挑战法律的权威。法律的权威来自哪里？难道不是老百姓最朴素的情感期待吗？最近我家出了点事儿，我儿子为制止一起校园霸凌，把对方打伤。为了不留污点，能让他顺利上大学，我是3番5次求对方高抬贵手把这案子给撤了。妈，以至于我你等一下，大打出手，把对方打伤了，触犯了法律，现在被拘留。在去拘留所的路上，我儿子就问我说：“爸，我制止霸凌错了吗？我错哪儿了？”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不知道他错哪儿了，那法律错了吗？我也不知道。就发生在我身上这件事儿，我就在想，公平正义对老百姓是多么重要，又是多么难以做的。都说一次犯罪污染的是一条河流，一次错误的裁决污染的是整个水源。什么是公平？什么是正义？我相信在座的各位打心里都很同情王永强一家的遭遇，那我们就让这个同情埋在心里边吗？其实法律是什么？在老百姓那儿很简单，就是公不公平。都知道打官司贵，打官司难，那老百姓为什么还要打？不就是要个公平正义吗？我知道改变一些事情很困难，追求公平正义要付出代价，但这个代价谁来承担？老百姓吗？难道让他们用自己的命运，用整个家庭的命运，甚至是几代人的命运去承担这个公平正义的代价吗？这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一共452条法条，56681个字，从头到尾写的不就是4个字“公平正义”吗？这难道不是每一个老百姓想要的吗？如果我们不能替他们说话，替他们讨个公平，那要我们检察官有什么用？什么是法律？是天理，是国法，是人情。我不相信没有天理的国法，我也不相信没有人情的天理。
我希望大家都摸着自己的心坎说话，做出无愧于良心的决定，用真正的公平正义去回应每一个老百姓的诉求，去回应他们的情感，去回应他们最朴素的期待，让天底下每一个人都明白这件事儿：法律是让坏人犯罪的成本更高，而不是让好人出手的代价更大。法不能向不法让步。挺棒的。谢谢啊，这不出来了？谢谢同学。啊，儿子，你花这钱干啥呀？谢谢啊。腰咋还粗了呢？我在这里边一天坐着学习吃饭，吃饭学习坐着，啥也不干。7天胖7斤。你一定懂我的感受，所以从不问。在深夜时分，默默陪伴，无声伤忧伤。有过迷茫，有过幻想，期盼过人生。在梦醒时刻，辗转反侧，固守着晨昏。我知道你也会懂，你也会痛，命运会伤人，却依然默默地看，默默地忍，不愿的牺牲。我知道你也盼望，你也渴求生活的安稳，才在每个路口停停走走，不断地追问。
着走着，总会遇见懂自己的人。